美国牵头召开了一次全球关键矿产的部长级会议，一共来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名单拉出来一看，基本上覆盖了全球最重要的矿产生产国和资源节点国家。乍一听好像离咱们普通人很远，矿产部长级会议、国际合作，听起来都好像是国家级层面的事情。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件事儿它不是一条普通的国际新闻，它像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资源正在被重新定价。过去我们理解的资源呀，是商品，是原材料，是谁便宜我跟谁买。但是从现在开始不一样了，资源正在慢慢变成一种带有阵营属性的东西。你不只是看价格，还要看你跟谁站在一边，站在一伙，你和谁绑定，你是不是可靠。这件事儿，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新闻层面，那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一旦我们把它放到未来的10年、20年的结构里面去看，就会发现它会慢慢影响到很多我们原来以为很稳定的东西，比如说成本，比如说价格，比如说资源的安全边界。好，那么什么叫做关键矿产？为什么它突然变得如此重要了呢？我们先不要被这4个字关键矿产给吓到啊！其实咱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可以把整个现代经济想象成一栋大楼，那么芯片、AI、软件、金融这些东西呢，就像是上面的装饰和智能系统，而矿产是什么呢？是地基。钢铁从哪里来？铜线从哪里来？电池里的锂、镍、钴从哪里来？新能源车用的稀土从哪里来？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当中，那这些东西呢就绕不过去。为什么以前大家没有这么紧张，现在突然开始搞起联盟来了？原因很简单呀，以前呢大家都默认一件事儿，就是资源是可以买的，只要我有钱，我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得到，哪怕是某个国家不卖，那总有别的国家会卖，市场会自动调节。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很多国家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某些关键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冲突、制裁或者供应链的中断，市场并不能立刻解决问题。所以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并不是怎么高效的提高效率，而是要确保自己不会在关键的时刻被卡住。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啊，美国这么强大，技术这么强，为什么不自己搞，而要拉一堆国家一起呢？其实原因也不复杂。第一，矿产和产业链太分散了。铁矿在非洲，铜在南美，稀土加工在亚洲，电池材料呢也在不同的国家分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头到尾自己包圆了所有的上下游产业链。第二，单边行动的效果在下降。以前呢，一个国家靠加关税，靠给别的国家制裁，可能就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现在全球产业链交织的太深了，某个国家单一的行动反而容易被绕开。第三，这个联盟的意义啊，也不只是数量，而是规则。只要规则统一了，标准统一了，那么压力呢就不会被放大。所以我们概括呀，它这个联盟有3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它要能源的安全；第二，它要供应链的稳定；第三，它要一个阵营。这个联盟的本身呢，并不是为了国际合作那么简单，而是为了形成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约束体系。也就是说，原来呢，其实所有的矿产它是市场定价，这个联盟呢，它要自己内部定规则。这次会议里面有一个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叫做价格底线原则。这个词我们直接看，从字面意义上很容易理解成保护市场，避免恶性竞争。但是我们稍微往深想一下，就发现它背后的逻辑其实发生了变化。过去的这个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供需关系决定价格的高低。你便宜呢，是因为你效率高，你的成本低。现在这个所谓的价格底线是由他们的规则定的，只要我认为你的价格不合理，那么我就可以认定你存在倾销，存在不公平竞争，从而采取额外的限制措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价格正在从一个纯粹的经济变量，慢慢的变成一个可以被政治化、规则化的工具。你不是单纯的在市场里面
买卖东西了，而是有阵营、有门槛、有立场的一个体系里面去交易。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呀，未来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可能会越来越变得不讲道理，因为未来有的时候呢，就不将再是供需问题，而是一个规则的问题。说到这儿，我想插一段历史，因为很多朋友会自然的想到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推的这个关键矿产联盟，听起来好像就是在抱团定价，那它是不是一种托拉斯呢？在历史上有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后来成功了吗？如果我们回看人类的经济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几乎每一个时代，只要某种资源变得足够重要，那人类社会呢，就一定会尝试去组织它，去控制它，去稳定它的价格。而这种尝试通常都会以某种托拉斯的形式存在。托拉斯英文就是 trust。最早的一类呢是企业型托拉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像石油、钢铁、铁路领域都出现过巨大的企业托拉斯，他们通过并购、协议、产量协调来影响市场的价格。这些托拉斯短期内都会取得非常的成功，利润惊人，定价权集中，但是最终他们几乎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不是被政府强拆了，就是在技术变化和竞争当中自然的瓦解了。原因并不复杂呀，当价格长期脱离了市场，社会成本会被放大，政治压力也会出现。那第二类呢，就更像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资源型国家联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的石油 OPEC，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资源协调组织，它试图通过控制产量来影响全球的石油价格。那么它成功了吗？答案是阶段性的获得了成功，但是它从未完全掌控市场。在战争、危机、供应紧张的时候，它的影响力非常大，但一旦价格过高，或者发生了技术更迭、新能源产生，或者内部发生了分歧，那么就会开始反噬这个组织本身。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资源联盟能够永久的决定价格。还有一类呢是战时或者危机时期的资源管控机制，比如说战争年代的配给制、价格管制。那么这些机制往往在特殊时期非常的有效，可是一旦回到常态的经济，几乎都会被逐步的放松甚至取消，因为长期的脱离市场定价会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下降。我们把这些历史经验放到今天美国试图建立的这个关键矿产联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相似点，也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点。相似点就在于他们的目标呢，确实很像过去的托拉斯，他们试图打造一个能够稳定供应、设定价格底线、提高进入者门槛、排除不受欢迎的参与者的联盟阵营。但是决定性的不同在于这一次的这个联盟成员国之间并不存在高度一致的经济利益。你看，他们这里边呢，既有资源国，也有加工国，还有消费国。资源国希望价格高，消费国希望价格稳，那么加工国呢，希望原材料来料便宜。这种结构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稳定、完全统一的定价者。所以，如果一定要我给这个联盟一个历史性角度的判断，我会这么看：这个矿产联盟呢，在短期内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它可能会改变项目的流向，提高合规的成本，影响一部分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但是在中长期，它很难彻底取代市场定价。更很可能的结果呢，是它将从所谓的定价者逐步退化为资源价格的影响者。市场不会消失，但是市场定价正在被迫和政治现实共存。这也是为什么未来我们会看到很多资源的价格看起来越来越不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种纯经济的结果。从历史到现在连在一起看，我们能看到一个很清晰的趋势。过去的世界追求的是效率，谁成本低谁就占优势，产业链呢会自然向效率最高的地方集中。但是现在的世界，效率依然重要，可能它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了。可靠性、安全性、供应链的稳定性，还有阵营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资源的流向正在慢慢的脱离纯粹的市场逻辑，转向了一种结构性的选择。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某一次会议来决定的，而是过去很多年一系列的冲击之后，某些国家得出的共同的结论。
对于全球产业链来说，这意味着3件事儿。第一，成本。资源的成本中枢可能会上移，因为安全往往比便宜更贵。第二，价格波动会增大，规则调整、联盟的变化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不确定性。第三，资源不再只是商品，而是一种战略资产。那这件事儿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往国家之间的对抗、地缘冲突上面去想，但是我想帮大家把视角拉回来啊。这件事儿真正告诉我们的是未来一种结构性的变化。短期来看呢，影响可能不大，因为产业链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就能拆掉的。中期来看，一些项目、一部分投资会面临更多的审查和不确定性，那么成本会上升。长期来看，资源的定价方式、流通方式、参与方式都会和过去不太一样，而这些变化呢，最终都会体现在资源的价格、成本和资产的风险上。如果你不是做国际贸易的，也不是做矿产投资的，你可能会问了，那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一个词：不确定性。当一个世界开始用联盟来管理资源，用规则来干预价格的时候，说明一件事儿，就是不确定性在上升。而普通人面对不确定性，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谁赢谁输，而是要理解哪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会更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一段时间反复的讲黄金、白银、铜、能源这些东西，不是因为它们每天都在涨价，而是因为它们不依赖于某一条技术路线，也不依赖于某一家公司的成败，它们更多的反映是整个世界整体的不确定程度。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最近这几年，不管是黄金、白银，还是铜，还是能源，它们的价格好像越来越不讲逻辑。有的时候经济数据不好，它们也不跌；有的时候需求没那么旺，它们却一直在涨；还有的时候消息一出，价格瞬间就波动。这不是因为过去的市场突然失灵了，而是因为参与定价的因素变多了。以前呢，市场主要看供需，现在除了供需，还要看政策，还要看规则，还要看联盟，还要看风险溢价。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工厂老板，以前你算成本，只要算原材料的价格、人工、运输等等就可以了。现在你必须要多加上一笔，就是万一哪天原材料突然被限制了，被加关税了，被要求换来源了，那这个风险你要不要提前准备？如果准备，那么这个风险就一定会被算进你产品的价格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很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并不是简单的炒作，而是整个体系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买单。那很多普通家庭啊，在看财经新闻的时候，很容易把注意力单纯的放在股票、房价还有利率上面，但是其实真正慢慢改变我们生活成本的，往往就是原材料。你房子贵不贵和钢铁、水泥有关，车贵不贵和铜、铝、能源有关。我们交的电费、取暖费、运输费用背后都离不开能源和资源。当资源开始被战略化、被联盟化管理的时候，那么这些成本呢，很难再回到过去那种长期低波动的状态了。它不一定天天会涨价，但它们会更容易在未来某些节点突然被抬升，而且不一定很快会降下来。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又开始有点焦虑了，那是不是以后什么都要涨价？是不是风险会越来越大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应对不确定性，我们更多的要调整自己的认知和结构。第一，不要再用过去那套完全基于效率的世界观去理解现在资源价格的波动。第二，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安全和稳定正在变得越来越贵。第三，我们要意识到有些资产的价值不在于它短期涨不涨，而在于它在不确定环境里面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资源被重新定价的时代，很多人会重新关注那些最基础、最不可替代的东西——硬资产。我这里说的硬资产，也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品种，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不依赖某一家公司的成功；第二，它们不依赖某一条单一的技术路线；第三，它们在任何工业社会里都有真实的需求。那这类资产呢，在一个规则频繁调整、体系重构的阶段，往往不是最刺激的，但它可能是真正最稳的。它们不一定让你一夜暴富，但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刻帮你扛住风险。
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现实也很克制的判断，就是未来几年呀，世界不会回到那种完全靠市场自动调节的状态了。资源、能源、关键材料会越来越多的被纳入各国的安全和战略考量。这不意味着某些国家全面对抗的开始，也不意味着世界马上会失序，而是意味着规则会更复杂，参与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变化正在发生，而且给自己的资产和认知留出缓冲的空间。当资源开始变成一种战略工具，当价格开始被规则重塑，当联盟开始取代市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和过去不太一样的阶段。理解资源不是为了投机，而是为了看清这个时代的底层逻辑。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